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家几乎代表了整个美国计算机产业历史的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股票代码 IBM。就在1个多月前，这只百年科技股还因为量子计算、鸿茂软件和企业人工智能的想象空间冲上历史高位，股价一度超过330美元。到了7月14日 ，IBM 却在1天之内暴跌超过25%，市值蒸发接近700亿美元，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这次暴跌并不是因为公司突然亏损，也不是现金流断裂。IBM 第2季度收入仍然超过170亿美元，调整后利润仍在增长。真正击穿股价的是市场突然发现，人工智能带来的企业预算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流向 IBM 的软件和咨询业务，反而被服务器、存储和内存抢走了。IBM 到底只是遇到了一次订单延迟，还是它刚刚建立起来的人工智能转型故事已经出现裂缝？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IBM 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它最早不是一家软件公司，也不是一家计算机公司，而是由制表机、打卡钟和商业秤等几家公司合并而来。托马斯·沃森接手之后，公司逐渐形成一种很特别的文化。IBM 卖的从来不只是机器，而是一套让大型机构能够长期运转的系统。银行需要处理账户，保险公司需要计算保单，政府需要统计人口，大企业需要管理工资和库存。IBM 把设备、软件、维护和服务绑在一起，客户一旦进入这套体系，迁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后来公司改名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这个名字背后的野心也很直接，它想成为全球商业运转的机器。IBM 真正登上科技产业中心是上世纪60年代推出 System 360，那个时代不同计算机之间通常互不兼容，客户升级机器后，原来的软件可能全部作废。IBM 决定推出一整套兼容的主机产品，让客户可以从小系统逐步升级到大型系统，而不需要推倒重来。这是一次成本极高、风险也极大的压注，却最终建立了 IBM 在企业计算领域几十年的统治力。今天，很多银行核心系统、航空订票系统和政府数据库仍然带着这段历史的影子。IBM 主机之所以一直没有消失，不是因为客户喜欢老技术，而是这些系统每天要处理海量交易，停机几分钟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稳定、安全和兼容性本身就是产品。这家公司也曾经错过属于自己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 ，IBM 推出个人电脑，为了加快上市速度，它大量采用外部供应商的零部件和操作系统。个人电脑迅速普及，但最有价值的利润后来流向了微软的软件和英特尔的芯片。IBM 创造了一个巨大市场，却没有牢牢掌握这个市场的核心经济利益。到了90年代初，主机需求下滑，个人电脑竞争激烈，公司组织臃肿， IBM 一度接近被拆分。市场普遍认为这个蓝色巨人已经跟不上新时代。1993年接任首席执行官的郭士纳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他没有把 IBM 拆成许多独立公司，而是保留了硬件、软件和服务之间的联系。他意识到，大型客户真正头疼的不是缺少某一台机器，而是不同系统无法顺利合作。IBM 随后把重心转向企业服务和系统整合，帮助客户把复杂的信息技术环境连接起来。这次转型救了公司，也形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商业模式。IBM 不一定拥有增长最快的消费产品，但它愿意进入客户最复杂、最难迁移的后台系统。问题在于，企业服务也会逐渐成熟。云计算兴起之后，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开始提供标准化的公共云基础设施。IBM 自己建设公共云已经很难追上。公司出售了个人电脑、低端服务器和芯片制造业务，也尝试用 Watson 人工智能讲出新的增长故事。
沃森在电视问答节目中击败人类冠军，一度让市场相信 IBM 会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者。但医疗和其他行业项目落地缓慢，产品能力与商业宣传之间存在距离， Watson Health 最终被出售。 IBM 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它经常能够很早看到技术方向，却不一定能够把领先研究转化成最成功的商业产品。真正改变今天 IBM 的交易是2019年以约340亿美元收购 Red Hat， 也就是红帽。这个价格在当时非常大胆，因为它几乎相当于 IBM 承认靠自己已经很难建立下一代云平台。红帽最重要的产品不是普通应用软件，而是 Linux、OpenShift 和一系列开源企业工具。它帮助客户把应用放在自有数据中心、公共云或多个云平台之间运行。IBM 押注的是混合云，大型企业不会把所有敏感数据都交给一家公共云，也不会彻底放弃几十年积累的内部系统，他们需要一个能够连接新旧环境的平台。红帽收购后来成为 IBM 转型中最成功的一步，它让 IBM 从传统主机和咨询公司逐渐变成一家以软件为核心的企业技术公司。阿尔文·克里希纳也是红帽交易的重要推动者。2020年成为首席执行官后，他继续收缩低增长业务。IBM 在2021年把大量基础设施外包服务拆分成 Kyndryl， 希望留下增长更快、利润率更高的软件、咨询和主机业务。最近几年，公司又以64亿美元买下 HashiCorp， 再以约110亿美元收购 Confluent。前者负责自动配置和管理多云基础设施，后者帮助企业实时传输数据。IBM 想把红帽、自动化、数据流和人工智能治理组合起来，成为企业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层。这个战略听起来并不耀眼，却符合 IBM 的传统优势。消费者使用 ChatGPT 时，可能只需要打开一个网页。银行或制药公司部署人工智能时，必须考虑数据放在哪里，谁能调用，模型是否泄露敏感信息，输出能不能审计，以及新模型如何接入几十年前写下的核心系统。IBM 不一定需要训练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模型，它可以出售模型治理、数据管理、混合云平台和咨询服务。换句话说， IBM 想做的不是人工智能时代最亮眼的应用，而是企业把人工智能真正放进生产环境时必须经过的收费站。市场在2024年到2026年上半年逐渐接受了这个故事。2025年 IBM 全年收入达到675亿美元，同比增长 8%， 软件收入增长 11%， 自由现金流达到147亿美元，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订单累计超过125亿美元。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继续增长到159亿美元，软件收入增长 11%，IBM Z 主机收入增长 51%， 红帽收入按固定汇率增长 10%， 更高的软件占比和内部效率改善也在推高利润率。对于一家长期被视为低增长股息股的公司，这组数字足以推动估值重新上升。股价上涨的另一个催化来自量子计算。IBM 已经研究量子技术多年，拥有遍布全球的量子计算系统和客户网络。2026年5月，美国政府支持 IBM 建设量子晶圆制造平台，公司随后宣布未来5年投入超过100亿美元，目标是在2029年交付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机。市场开始给 IBM 的量子业务单独估值。一些分析师认为 IBM 不像很多纯概念量子公司那样缺少收入和现金流，它可以用成熟业务产生的资金长期支持研发。5月下旬和6月初，量子计算政策、分析师上调评级以及软件业务改善一起推动股价快速上涨。6月初 IBM 最高冲到330美元上方，市场价值突破3000亿美元。但股价上涨得太快之后，市场要求的已经不是公司表现尚可，而是每一个增长引擎都必须顺利运行。
当 IBM 的远期市盈率升到20多倍时，它已经不再按照传统老牌科技公司的标准定价。投资者开始把红帽的双位数增长、主机换机周期、人工智能订单和量子计算未来收入同时放进估值，只要其中一项出现延迟，股价就可能迅速压缩。7月14日发生的事情正好触发了这种高预期下的脆弱性。IBM 原本计划在7月22日公布完整第二季度财报，却提前发布了一封致投资者的信。公司预计季度收入为172亿美元，同比增长只有 1%， 低于华尔街接近179亿美元的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预计为 2.93 美元，也略低于市场预测。更重要的是业务结构，软件收入只增长 5%， 基础设施收入下降 7%， 咨询业务基本没有增长。第一季度还在双位数扩张的两大业务，几个月之后突然明显减速。管理层给出的解释非常少见。6月最后几周，大型客户开始把季度资本预算优先用于服务器、存储和内存，因为这些产品供应紧张，客户担心未来价格继续上涨。企业的信息技术预算并不是无限的，当客户决定提前购买硬件，就可能把软件升级和咨询项目推迟到下一个季度。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让客户分散精力，部分大型交易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克里希纳没有把问题完全推给外部环境，他直接承认 IBM 没有及时适应客户预算的变化，执行出现失误。这段解释揭示了人工智能投资里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现实。市场习惯把人工智能看成整个科技行业共同增长的巨大蛋糕，但企业真正花钱时存在顺序。最初阶段，他们先争抢芯片、内存、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因为没有算力，后面的软件项目根本无法开始。第二阶段才是整理数据、部署模型、改造流程和购买咨询服务。IBM 的投资逻辑主要压在第二阶段。现在客户为了锁定供应，把更多预算转向第一阶段，受益者变成美光、SK 海力士、服务器厂商和存储公司。IBM 的软件和交易处理业务反而受到挤压。人工智能没有消失，但资金暂时从 IBM 希望获得收入的地方流向了别处。主机业务也让问题变得更复杂。IBM Z 主机通常具有明显的产品周期，新一代主机推出时，银行和大型机构集中升级，收入快速上升。换机高峰过去后，增长自然回落。Z17 在2025年推出，开局非常强劲。第一季度 IBM Z 收入增长超过 50%。公司原本已经预期第二季度进入高基数，但实际表现仍然低于计划。主机硬件销售放慢，还会影响与主机绑定的交易处理软件。这一部分软件利润率很高，客户使用时间很长，是 IBM 现金流的重要来源。因此，一个硬件订单推迟可能同时影响基础设施和软件两个部门。暴跌之后，也不能简单得出 IBM 核心业务已经崩溃的结论。第二季度的初步数据里仍有一些重要亮点。红帽收入增速加快到 11%， HashiCorp 和 Confluent 表现较好。分布式基础设施收入增长 37%， Power 服务器和存储业务受益于客户抢购，季度末还有大约5亿美元积压订单。Z17 的累计项目表现仍然接近上一代产品同期的 130%， 而且大部分现有客户维持或增加主机处理能力。这说明企业并没有大规模抛弃 IBM， 只是购买时间和预算分配发生了突然变化。多头观点因此认为，这更像一次时间错位。客户为了提前锁定硬件，把部分软件交易从6月推到以后季度。只要这些项目没有取消，收入可能在下半年恢复。红帽仍然保持双位数增长，企业使用多个云平台的复杂度没有下降。人工智能应用越多，数据治理、身份管理、系统整合和安全需求可能越高。IBM 的客户主要是银行、政府、航空、医疗和大型工业企业。
这些机构不会因为出现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就迅速替换所有核心系统。对他们来说，可靠和合规仍然比追逐最新技术更重要。空头担心的则不只是一个季度。IBM 过去几年花费超过500亿美元，通过红帽、HashiCorp 和 Confluent 等收购建立软件平台。这些交易提高了增长，也推高了债务。2026年第一季度末， IBM 总债务达到664亿美元，其中一部分与融资业务有关，但整体杠杆仍然需要关注。如果软件增长主要依赖收购，原有业务却开始放慢， IBM 就需要证明这些资产能够真正交叉销售，而不是把不同产品简单放进同一个公司。Confluent 交易刚刚完成，整合效果和资本回报还需要几年才能看清。人工智能本身也可能同时帮助和伤害 IBM， 它可以刺激企业购买数据和治理软件，却也可能降低传统咨询和软件开发服务的价格。过去一个大型系统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数百名顾问工作几年。未来人工智能工具能够自动生代码、检查旧程序并完成部分迁移，客户可能要求按最终效果付费，而不是按照顾问人数和工作小时付费。IBM 自己正在用人工智能提高效率，但效率提升并不保证所有节省都归 IBM 所有，客户也会要求更低价格。咨询业务收入占比不小，利润率又低于软件，一旦价格受到压力，公司的整体增长故事会更加依赖红帽和收购资产。主机护城河也面临一个长期矛盾，银行核心系统使用 COBOL 等老语言，迁移风险高，这让 IBM 可以持续收取维护和交易处理软件费用。但人工智能代码工具正在降低理解和改写老系统的难度。短期内，大型银行不会轻易放弃主机，因为系统可靠性和安全要求极高。长期看，迁移成本下降可能削弱 IBM 最稳定的利润来源。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主机客户正在大规模离开，但估值已经不能忽视这种尾部风险。量子计算则是最容易被高估，也最难完全忽略的部分。IBM 确实拥有深厚的研究能力，超过90套量子系统和庞大的合作网络。它计划在2029年实现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这可能改变材料、药物、金融优化和密码学。但量子计算目前贡献的收入远远不足以影响 IBM 的整体财报。未来5年超过100亿美元的投入，既代表机会，也代表现金支出和技术风险。量子业务可以作为一张长期期权，却不应该用来掩盖软件、咨询和主机的现实表现。股价在6月把大量量子想象提前计入，7月的暴跌实际上是在提醒市场， IBM 今天仍然主要依靠传统企业技术赚钱。从估值看，暴跌确实让 IBM 重新变得值得研究。以7月16日218美元左右的股价计算，公司市值约2080亿美元，市盈率约19倍。2025年自由现金流为147亿美元，对应股权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约 7%， 季度股息提高到每股 1.69 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年化股息率约 3.1%。 IBM 已经连续31年提高季度股息，并从1916年开始持续支付季度股息。这些数字比330美元时合理得多，但也不能只看市值。收购后的债务较高，把净债务加回后，企业价值相对现金流的倍数并没有表面市盈率那么便宜。投资者现在最需要等待的是7月22日的完整财报和管理层指引，需要观察软件增长放慢到底有多少来自交易延期，有多少来自真实需求变化。剔除 HashiCorp 和 Confluent 后， IBM 原有软件业务增长多少？交易处理软件和主机订单能否在下半年恢复？全年超过 5% 的固定汇率收入增长目标是否下调？150多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预期能否维持？管理层还需要解释，客户抢购服务器和内存是1-2个月的现象，还是企业人工智能预算开始长期挤压软件与咨询开支？我的判断是
IBM 这次暴跌既有市场过度反应，也暴露了真实问题。一天蒸发1/4市值，与不到7亿美元的季度收入预期差距并不完全对称，说明此前估值已经包含太多顺利执行的假设。鸿茂、混合云和主机客户粘性仍然具有价值，现金流和股息也提供了一定支撑，但公司不能再只用人工智能订单、量子路线图和大型收购证明转型，它需要让现有软件业务稳定增长，并把收购转化成更高的有机收入。IBM 最值得思考的地方是它100多年里不断经历同一个循环。公司曾经统治主机，也错失个人电脑最丰厚的利润；曾经依靠服务业务从破产边缘翻身，也在公共云时代落后。Watson 很早让大众看到人工智能，却没有建立最成功的平台。今天，他再次站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交叉口。IBM 拥有客户、技术、现金流和耐心，但历史说明，看到未来与赚到未来的钱并不是一回事。218美元附近的 IBM 已经不再是6月初那只被量子热潮推到高位的股票，也不能简单看成跌了30%多就一定便宜。真正的分界线在于，这次预算转移究竟只是客户提前购买硬件造成的季度波动，还是人工智能投资结构正在发生长期变化？如果后续大型软件交易恢复，鸿茂继续双位数增长， IBM 仍有机会重新证明自己是企业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软件增速持续下滑，咨询被人工智能压价，量子计算又迟迟无法贡献收入，那么这次暴跌可能只是估值回归的开始。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